Hello，大家好，在吗？能听到吗？打个招呼啊！进来的朋友打个招呼啊，也是告诉我们你们在哪里的。我们这里的网友粉丝来自五湖四海啊。今天晚上也是星期天，我们特别的回到我们的直播室啊，有 Rich 在我们跟大家在一起啊。明天也是端午节啊，端午节是也祝福大家端午节快乐。是个 public holiday 啊，所以我们香港是放假的。我们不知道你那里放不放假啊，但是明天我们放假，今天我们还在为大家开工啊。OK， 那今天我们其实有几个大事想给大家聊一聊啊。当然了，星期天晚上的直播还是轻松一点啊，所以我们有学习之余，也是交个朋友，也是互动一点啊。平时我们星期五或者星期三上载的 YouTube的视频比较一面倒啊，只是我们在讲，所以今天也是互动一点，大家有什么都可以在留言区留个言，发表一下意见啊。当然了，我们还是那个老规矩，如果超过1000人的话，大家可以问一个股票啊，我们讲讲我们的那个看法。美股的话 ，Rich 来讲啊，他是专在美股的港股、香港的股票的话或者中概股的话可能我来讲那所以大家叫多点朋友来了啊。上一次好像因为我们比较突发，没有到时间也比较短没有到1000人，很可惜，上次就已经800多了，就差那么一点点啊。所以今天肯定我们也是价值满满的所以把今天的直播分享到你的 Facebook， 分享到你的其他的群组或者邀请你们身边的朋友来如果你是在看重播的话当然直播会更加互动一点你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然后打开这个 notification 这个通知小铃铛通知。那我们有时候我们现在是越来越多的是突发的直播的时候也可以及时的通知你，好吧？所以如果你是在看重播的话，也可以打个留言区打个字重播，那我们知道有多少的朋友是看重播的直播的朋友现在就马上打个招呼了 OK 我看到好多的朋友进来了也是有一位长期的粉丝 GMT 的粉丝徐小玲也是端午节快乐OK 好，那事不宜迟我们先看一下我们说到了这个星期有很多大事情我们现在来一一的回顾。好，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相信就算是一些小白或者是没有投资股票的都可能听过，就是有一个民营股叫做 GME GameStop 它这个星期又再一次暴涨了然后我们有看到很多散户他的又再一次的很疯狂非常狂热的情绪。那为什么会暴涨呢那其实就是一开始就是之前也是带头炒起 GME 的这个领军人物他叫 Keith， 他呢在他的社交媒体里面发布了他持有了GME 大概1.2亿美元的持仓。哇，那这个消息出来之后，这个你看到这个股价的波幅呢非常的大，上下几十个 percent 然后这样还不够他之后呢还在他的 YouTube 里面他有公开直播他的那个持仓我记得他成本好像21块多，然后他也买了很多的那个看涨期权具体的我都忘了反正就是那个效果非常的热烈，他是几毛钱买上来的，然后也是GameStop GME 也是在高位也有拆股，今天我们一会儿会讲到拆股，他在高位也有拆股，拆了之后当然就跌下来了然后先不说他多少钱买的，反正就是这个效果呢非常热烈甚至呢我们就看到他开了这个直播之后他的订阅人数马上涨了很多，好像涨了10万你看这里60万人观看人数直播。所以各位粉丝们，你们觉得我们的直播有没有内涵有没有这个价值有的话叫多点人来他们60万人所以他们讲的股票马上就涨了，对不对？我们讲的股票没有再涨所以我们要多点粉丝来。我也希望以后大家来问个股票，我们讲一个股票明天就涨了3倍4倍，好不好？那从这个事件当中我们就看到还有一点就是GME 我们看到他星期五出的业绩报告他还是好像是亏了好多钱但是
它在盘中的时候，它还是可以一度的飙涨上去，涨了然后20-30%好像。对，然后它之后呢还宣布啊，它会这个配股，它已经配股了啊，已经配股了。它掉下来是因为它配股，嗯，所以呢，这个公司啊，每年在亏钱啊，给你炒一炒，这么高位又可以供股啊，拿一笔钱啊，那很好，是不是啊？所以这是一家不断亏钱的如果我们说选股补取的话，是个夕阳行业。是一个过了时的这个技术科技已经是 technology 已经是取代了这一个它的市场，它是 game 这个游戏的CD 的租赁租借或者是看电影的这个租借特别是游戏的 CD 的租借或者是那些Megabox 不是 Megabox 什么 PlayStation 这些租借，那现在好多人都是网上直接打游戏了，对吧？所以它其实已经是过时的产品了。当然我不玩游戏，我也不是它的那个用户但是这个怎么看起码用我们的框架选股5部曲这个框架来看的话，不是一个好的股票所以以前很多的专业的投资者觉得它会倒闭，会这个股票会继续往下跌，所以曾经一度是大量的做空这一只，人家看很多的机构投资者他们都觉得股价会长期下跌的结果就给这个老兄看到原来做空的股票是多过他发行的股票，也就是说一旦股票往上走的话，他们要这个平仓平空仓的话是不够股票来平空仓的，那就有了一个效应叫 squeeze short 这个砸空扎空不同地方叫不同东西就是不够股票来这个平仓了，那就越买越高，越高就越多的空仓要平仓，结果那些做空的人是输了好多钱但是我觉得经过上一次之后，没有机构投资者敢再这么大量的做空它了吧，是不是所以以前那个神话奇迹的神话又涨了好几十倍的那个神话我觉得是好难再发生了当时是几块钱都不到好像20块左右，涨到最高是600-700我如果没记错总之具体数字可能记不得那么准确，但是从20块左右涨到600-700左右，还有一些对冲基金大佬都因此差点破产所以现在拍成了 Netflix 的一个电影了我都看过都蛮好看的OK， 但是我们想强调的就是这些迷因股大家这么热衷代表着散户呢现在是这个再一次的疯狂了那代表什么呢那代表什么呢？这里我们就拿选股5部曲里面的一个图表来给大家温习一下那如果你是老同学，那我们就温习一下如果你是新同学的话呢，也欢迎你们可以在留言区里面找到那个链接然后去学习更多。那其实这个选股5部曲呢，其实是七爸爸结合了他32年的投资经验中间输清2次对，交了好多学费，中间输清过2次，然后还有他怎么样在股票市场找到买楼的资金他也有分享他的那个方法，然后呢就结合在一个课程里面那这个课程呢虽然只是很便宜几块钱的课程的那个费用但其实这个只是我们拿来做那个系统的维护的费用其实扣除那个费用之后，其实基本上就是我们没有赚到任何的钱。不收钱的话，明天我收到耶伦的电话了，你是 huge subsidized student 要打压制裁我了，怎么办？是不是拜登要打电话给我了？所以我要收回一点成本收回来讲个笑话如果拜登打电话给我，那我就不知道了，很怕了。OK， 那我们刚才那个 GME 的事件里面，我们看到什么呢？就是现在我们看到我们看一下这个图表牛三的那个部分，我们看到牛三有什么特征呢？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垃圾股暴升或者是有些散户他们会杠杆投机，或者是他们的情绪呢是非常狂热的而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GME 的那个事件当中第一，它肯定是一个垃圾股，对吧我们看到它最近涨了很多，除了它之外还有其他的就跟归类在同一类别的那些迷因股也是受到影响，
然后有一些甚至是涨了几十倍啊，然后大众的情绪呢是不是非常狂热啊？肯定是的。它不狂热的话啊，怎么样能够炒到几十倍呢？对对对，那所以这样的一个信号告诉我们，哎，现在的美股是不是已经到了一个牛三的阶段呢？那这里就所以选股5部打一个曲，问号。对，第一步是牛熊周期啊，在一个股票市场往下跌的时候，再好的股票可能股价都会往下跌啊，可能跌少一点，但是也会往下跌啊。在一个涨的时候那差的股票可能都会涨很多啊，所以第一个。很多人在外面没有这个清晰度，一来就问这个股票能买吗？那个股票能买吗？对不对？他们不知道原来是有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第三步才是看个别的股票第4和第5步还要看什么的买入点，什么的卖出点所以整套系统是非常科学化的，是我经过了30年在市场里面交了好多的冤枉钱，后来也赚到好多钱之后。总结出来的外面的投资很乱的这个所以我是学了好多的所谓的投资啦、投机啦不同的方法之后，也经过了今年是第10年教股票课程，也经过了当时做这个选股5部曲的第2个版本的时候是2020年或者是第3个版本，我们是2014年做第一次。第2次是2019年，第3次是2020年，所以这个是2020年的版本，经过了大约8年的一个 refinement， 一个改善给大家的，所以2020年的总结出来的，现在还是看非常的准的也是超过了几万个学生是有听过这个系统的那其实也是受到了认证了吧几万个学生，现在有这么多了，几万个了，我都没数几万个前后前加起来OK， 好，那我们好，再看，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个这个信息很重大的事情。那我相信尤其是在台湾地区，我真的就看那个新闻也是被黄仁勋这个头号人物洗脑了洗版了那到底黄仁勋的那个 NVIDIA 最近宣布一拆10。我先问大家轻松一点好不好？星期天轻松一点我们来做个调研。你觉得前一阵子很火的、很牛的是雷军雷神雷军现在当然最火的是黄仁勋，对吧？我就问大家一下，你觉得雷军和黄仁勋比较的话，或者黄仁勋跟雷军比较的话，哪一个是比较更加在你心目当中每个人不一样心目当中是更加这个神一点、牛一点、更加棒的一个企业家或者一个科学家，好吧 ？OK 那你回到你继续讲OK，那我们回到了正题，就是 NVIDIA 它宣布一拆10就是明天开市之前，它的股价就会 stock split 变成了收市的时候1200多块然后它开市的时候就变成100多块这样然后如果你持有了NVIDIA 的股票，你的手上的股票呢就会被分拆成就1股变成10股10股呢就变成100股这样如此类推那到底这个消息呢拆股到底是利好呢还是利空呢那七爸爸你又怎么看呢？你先看看吧。其实呢，我们在之前的 YouTube 里面也是有跟大家讲过，就是其实无论是利好还是其实拆股呢它本身是对公司是没有影响的对股价呢也是没有影响的。你想一下，对股价可能有影响，的价值没有影响，价值上没有影响就是只不过从一份的披萨变成了你拿一个刀把它切成10块看上去好像多了但加起来你也是一份披萨，对吧？那为什么可能会对股价有影响呢？就是很多的散户最近可能觉得哇 ，NVIDIA 的股价1000多块，好贵呀，怎么买呢？而如果它能够把这个股价拆成10份就变相是那个价钱便宜了然后那些散户可能就觉得现在 NVIDIA 的股票好像看上去很便宜就只是明天开市的时候只有100多块，那我可能有这个机会有这个本钱能够去买一点点的股票然后我觉得拆股这件事情呢本质上来看它可能是
就没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啊。但是关键是什么呢？就是关键拆股这个行为会不会吸引到一些散户或者是股民继续去追捧 NVIDIA 的股票？如果一旦它是能够吸引到散户去继续追捧的话呢，这个股价还是会很自然而然的继续一步一步往上涨的啊。对，所以这个是不是利好啊？我觉得对股价来说啊，非常关键的就是看明天开市之后，明天后天会不会股价继续往上涨？如果是有这个吸引散户的去追的话，那只要越来越多的散户追散户追是不需要理由的，只需要讲故事的只需要哇又涨了，又创新高了，又怎么样了，那就会吸引更多的散户但是呢，我们懂得这个股票的人是觉得没有价值，但是散户只要人家相信这个逻辑我不知道大家明不明白在我们看来是这个价值没有提升，对吧？我们是给你讲背后的这个有根据的，但是只要另外一方面，只要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它会涨，而去追着买它，它就会涨。大家明白这一点吗？对吧？所以呢，为什么很多时候股票市场，特别是到了牛山的时候，现在我们刚才看过，美股现在在牛山，美股现在在牛山的话，只要有炒作，只要有很多的散户，特别是新来的小白散户，他们去盲目的追冲的话，这个股价会越来越高，越来越高我给大家讲个例子好不好当时呢就第一个就是现在又回到了这个选股5部曲的那个框架里面了所以老同学可以再问一下功课，我建议大家还是回去看一下这个2天的课程，对吧？可能有一段时间没看了，又可能会有一点新的启发如果还没有看过的话，那就赶快去看了这个是我的公益课，像刚才 Rich 讲的，是不是那好了，下一章给大家举个例子当时呢，我记得在做这个选股5部曲的课程的时候当时是2020年大约8月份，但是呢，当时最火的股票，我们当时有很多的马来西亚的粉丝和马来西亚的学生马来西亚的粉丝在不在？可以打个招呼见个证，对吧？如果你当时已经是的话，特别好当时哇，一讲到马来西亚的神股，神圣的股票就是顶级手套 Top Glove， 哇，你不能讲它不好我曾经在 YouTube 讲过它3次不好，都被人家骂死有好多的 hater。然后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有一次讲直播突然间讲了一下Top Glove， 那个流量呢就是好像火箭一样现在一讲黄仁勋，火箭也上去了，对吧？当时讲 Top Glove 火箭一下，这个到了当时的那个高位了结果当时真的不敢讲，我只能大家看回我的这个众多的视频里面也讲过3次的 Top Glove， 都是讲得很准的我是很隐约的说了蛮准的。然后呢现在 fast forward 到2024年4年后3年半后他当时是1拆3，因为涨得太高了，也是一样让散户买得起了，觉得便宜啦1拆3，基本上拆完之后他就已经拆在顶点之后还会有一点点的涨幅了，总有一些人去追的，对吧？然后从当时的顶点大约是3块多，跌到现在大约是8毛钱，3毛多，3毛多，这个数字有点小从3块多跌到3毛多，跌了90%多了，90%多了，好多人真的被套住了所以大家真的要小心，因为你说哎呀，我到什么时候止损了，止皱了，对吧？但是大家要清楚的就是它是慢慢跌下来的。你总是希望它能反弹到你的成本价，让你不用亏钱了走然后做了鸵鸟，越鸵越深，越陷越深，到最后就90%就不见掉了就算是非常好的股票当年的 Cisco 和当年的 Intel，Cisco 是互联网年代的 NVIDIA这个 Intel 是 PC 年代的 NVIDIA， 当时都是觉得唯一一个可以是提供这个价值的，结果到了他们的泡沫爆破之后，都是分别这么好的股票，牛的股票都是分别跌了80%以上这是我刚才也讲过很沉重的代价的一个教训，当时我有买过
这个 Cisco 啊，当时买过 Cisco，就是我第2次输清光的那一次啊。还好当时这个2000年我还年轻，只有31岁啊，Rich 还没有出生啊，所以当时我是输清光了之后还能东山再起啊，所以用一个惨痛的血的这个教训来给大家分享我的经验，在这么高位的公司啊，就算怎么好。对吧？你说，哎呀，这个好的股票，有些人说好的股票不怕买贵，只怕买错，不会买错的，对吧？好的股票我只要买了之后买贵不怕，你知道吗？当时高位买了 Cisco 和 Intel 的股票，到今天24年之后的今天，股价还没有回到当年的80%，也就是说，到了今天24年后。你还是亏了20%，做了24年鸵鸟，而这个24年当中啊，有可能楼价涨了多少了？你们想想看，物价涨了多少了？就算 S&P 500都涨了多少了，对吧？我们是要说跑赢大势的，跑赢指数的啊。而这2个股票 ，Intel 和这个 Cisco 啊，今天华为的产品已经有很多的这个竞争当中把 Cisco 踢走了，对吧 ？NVIDIA 把 Intel 也踢跑了啊。所以20年之后，NVIDIA 大家我们来一起想象一下好不好？我们在留言区想象一下，发挥一下我们的想象力。20年之后，如果我们在这里继续相聚的话，20年之后。NVIDIA 的价格是多少啊？不算它以后有没有再拆股了，好吧？就算没有拆股前的1200块啊，拆了股了，现在已经要算拆了股了啊，就120块。120块，现在是120块。20年之后，我们来做一个这个预测，好不好？20年之后，我们一起回来看这个直播的留言啊，看看你当年20年前预测准不准啊？大家来写一下，20年之后的 NVIDIA 的股价是多少？120块，10块一股啊。没有这么多吧？这么惨吗？啊，我不知道啊，大家来一起猜测一下啊，或者你说太难了啊，多过120块还是少过120块都可以，好吧 ？OK， 总之呢来说呢，大家还是要小心。500 OK， 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留言，就是2年前他看了 Chief Papa 说的10倍股 NVIDIA， 然后现在好像已经是财务自由了。哦，非常好啊，真的啊，但是可以看一下。如果你现在听了我这个股票卖走了之后又跌到了30块，有人说30块了，那我真的是变神仙了啊！OK，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那个小米可能是 NVIDIA 的潜在客户啊。那这个我回答一下吧，就是我做研究看过NVIDIA 的电话会议的那个记录里面。其实它不是潜在客户，它已经是客户了。对，它小米的那个汽车里面是用到了 NVIDIA 的晶片的。对，所以这个回答一下同学的问题。已经是客户。OK， 那以后会不会国产化是另外一件事情了啊 ？OK， 其实我想说就是20年前，对吧？20年前你说 Cisco， 我能想到华为吗？华为20年前在做什么啊？在这个华强北啊，深圳的华强北卖铲子啊，对不对？卖什么东西啊？20年前的那个Intel 也看不到 NVIDIA 出现啊。我说25年了吧，再长一点，就是90年代那时候NVIDIA 只是做一个显示卡。那个 graphic 真的是一个显示卡，就是可有可无的显示卡，而 Intel 是每一个电脑里面噔噔噔噔，还记不记得噔噔噔噔 Intel Inside 的那一个老大哥对吧 ？Cisco 所有的 Intel 背后的数据都是通过 Cisco 的，对吧？华为在哪里对吧？所以20年之后，现在又有拜登的那个人家上一次叫川建国，现在变成了拜建国，有川建国和拜建国的帮助，一定要中国的企业国产化，不要用老美的晶片那 Oh my God， 对不对？所以台湾，我希望台湾的这个经济非常好，科技非常好，台湾之光越来越多的黄仁勋出现，对吧？在中国的实力太强了。20年前、30年前，我不能想象我会买大陆的车国产车现在我下一辆电动车这个
这个多得这个耶伦的宣传啊，我下一个电动车一定买国产车了，因为啊，中国政府这么大的 subsidy， 我不拿，我不是很笨嘛，对不对？你说对不对？同不同意？对不对？如果你的那个地区没有关税的，能买到这个大陆的电动车的，那中国大陆这么大的 subsidy 不是更好吗？啊，是不是啊？它的产能过剩，卖的便宜，不是更好吗？对吧？啊，我还希望老美不买，欧洲人不买，大陆的车子卖到香港来倾销，很便宜的倾销，10万块买一辆小米的车，哇，我好开心啊，10万块买但是现在股票就这么便宜，打了3折，打了4折这样卖出来，对吧？所以我先买股票，以后股票涨上去了再买国产的车子啦、手机了扯开了。我们刚才讲到电动车嘛，最近呢有个新闻就是欧盟开始呢对中国的汽车是征收税务。那这样是不是会对你刚才说那些比亚迪啊、小米这些电动车不利呢？那一会儿这样，我们叫 Rich 来帮我们看一看技术分析，看哪2个股票呢？第一个，如果不利中国电动车的我们用比亚迪来做个代表同样的 NIO 啦，什么理想啦，但是 NIO 理想比较小一点，不具代表，而比亚迪去年已经是在欧洲卖得很好了。所以我们看一下对比亚迪有多大的影响从技术分析来看因为我们要科学化一点，对吧？这个讲故事的话很容易有个人的这个主观的意愿在里面所以呢，技术分析反映了整个市场的资金怎么流动，整个市场在告诉我们什么信息那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中国的电动车被加关税，那最大的受益者，我觉得当然是欧洲的车子和特斯拉，对吧？特别是特斯拉是做电动车的，跟中国的电动车是直接的影响的那它也在德国有工厂在美国有工厂，在德国有工厂，所以在美国大幅度的加了中国电动车的关税之后，在欧洲就要加这个电动车的关税了，有没有利好特斯拉？我们从这2个来看一下市场现在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信息Does it make sense？ 合理吗？对吧？那首先我在这里先给大家warm up 一下，热身一下，我们来讲一下为什么这个首先为什么会有产能过剩第一，第二，为什么这个产能过剩会不好？到底是好事还是不好事，对吧？耶伦前一阵子访华，耶伦的角色是特别，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个顶尖的经济学家，他以前是这个没有做官之前是耶鲁大学的，应该是耶鲁大学的那个经济学家PhD 博士，写了很多论文，后来做了美联储的主席，就现在的鲍威尔的以前的前辈后来又做了美国的财务部的部长，对吧？他是个顶级的这个经济学家好了。所以我们要讲经济学，从经济学开始讲我觉得讲了经济学之后这位顶级的经济学家在我的心目当中已经是变成了好像没有学过经济学一样了所以大家如果没有听过经济学的话，你可以听一下 Does it make sense？ 合理吗？对吧？如果你有听过经济学的，特别如果你对经济学有研究的，欢迎你如果讲漏了讲错了在留言区指正我们先来上一个小小的经济学的课程经济学101最初版的入门版的经济学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合作第一个叫 comparative advantage 可以马上打下来叫相对的优势举个例子，我做车子比他做得好，但是我做金融比他要做的更好，对吧？所以我的车子还是让他做，因为我可以在做金融方面赚更多的钱。那他做了车子卖给我，我的时间不需要去做车子了，我可以做这个金融了或者我烧饭很好吃，但是我在金融市场赚的钱更多，所以我给人家给我烧饭，我给人家赚钱，同时我free up， 我把我的时间空间腾出来赚更多的钱，这样的话烧饭那个人做菜那个人卖给我那个人赚钱了，而我也是有更多的时间赚更多的钱了，所以是个 win-win，
是个双赢，大家明白这一点吗？明白了，请 OIC 啊，点点脑袋说 OIC，OK，我们好玩点啊，也可以总结一下，对吧？这是第一点，叫相对的优势 comparative advantage 啊。第二点就是 specialization 了 labor force specialization 了啊。我做同样东西不断的做，不断的做，我可以是越做越好。啊，这个质量越做越好，成本越降越低，因为我在做的时候，我会发现，哎，可以这样改良，可以那样降低成本，是不是啊？所以呢，如果我又要造车，我要做裁缝，要炒菜，要什么什么，我什么可能都做得不好啊。所以工业革命为什么对人类是第一个康波周期，推动了整个经济的发展，就是因为工业革命之后这个我们可以用这个蒸汽能源，后来的石油化石能源来大规模的生产了，使到工人只要做工人的事情这个其他的做其他事情，这个就是 labor force 的 specialization 专业化这个专业化 ，OK， 所以呢，这使到今天我们的生活比农业社会是大大的改善，就是因为有第二步了，我们只做自己的事情了我很难想象，你能想象吗？回到家里还要去自己种田啦、种地啦、种米啦，然后要割韭菜啦，然后要到那里烧菜啦，还要看孩子啦，还要出去打猎啦，什么都要你自己做。对吧？你就很难享受生活了所以今天我们的财富就是走到了第二步，第三步了。好了，有了工业革命之后，又有了资本市场。今天我们投资股票什么什么，对吧？使到企业可以大量的募集这个资金去扩张产能。大幅度的扩张产能，所以到了所谓叫资本主义的社会了资本主义社会其实就资本是最值钱的，使到可以大规模的做设备，大规模的生产，所以在这里有一个叫规模效应所以呢，产能过剩大家要写一下，非常关键。产能过剩其实就是资本主义里面的一个自然现象，对吧 ？iPhone 有没有产能过剩？产能不过剩怎么卖全世界？是不是所以可口可乐有没有产能过剩？如果只是调水给自己喝的，这叫没有产能过剩。可口可乐是产能过剩了，把它要销到全世界了抽烟的那个Marlboro， 美国的那个现在因为不给做广告了，对不对？以前铺天盖地的万宝路的那个香烟有没有产能过剩？都是在销售全世界的只是现在是轮到了中国人的电动车产能过剩了。但是我们看回以前的话，你用的多少东西是日本松里制造的或者是松下制造的？你用的多少东西是三星制造的？你用的多少东西是美国制造的？对吧？你拍一个戏，一个人看肯定不行了Hollywood 有没有产能过剩？所以产能过剩是一个一定会有的事情。什么叫产能过剩？就一定会有的，对吧？相反来说，今天你要去买小米的汽车，要排多少队大家可以有最新的消息的话，可以写一下。我听说上一次听说要排8个月。要等8个月，怎么叫产能过剩是不是只能说你卖的不好，卖不出去，不能说产能过剩，因为小米的车子要等8个月，是不是所以哪里来产能过剩所以呢，我觉得最后就是有一个叫贸易利得gain from trade， 我真的去查一下中文叫什么，贸易利得，就是通过贸易之后，大家是双赢的就刚才所说的，我不用自己做饭了我可以做我的事情，然后去消费吃饭，人家可以专业的炒菜，然后炒得更多更好，然后卖给我赚钱所以这个是整个经济理论到最后这个市场是越大这个中间的 gain from trade 贸易利得就是越大，所以呢到最后这个市场越大越大越大，到了最后这是全世界的市场了，所以当时才有 WTO 世贸组织的出现了。OK 所以这是当时也是这样，美股就涨了很多所以巴菲特也搭上了这个美国顺风这个在这个时候可口可乐到了全世界了美国运通到了全世界了，苹果的产能到了全世界了他的股票也到了全世界，包括巴菲特的股票也卖到了全世界了，对不对？所以都是全世界的一个产品现在呢是逆全球化。我们一会儿会讲一讲为什么现在会有逆全球化这个为什么不能够举个例子，让中国生产苹果
的手机苹果手机也是在中国生产啊，或者是电动车，比亚迪的电动车，而中国人赚了钱之后跑去美国退休了，像段永平跑去美国了，拿了钱跑去美国了，还有好多的中国人赚了钱了，那个海底捞的老板跑到新加坡去了，李连杰赚了钱了跑去新加坡了，不好吗？他们把儿子送去哈佛了把儿子带了好多几个亿送去哈佛了。这美国人不用赚钱，就有几个亿又可以买电动车了，从比亚迪买电动车了，从小米买这个电视机了，不好吗？对不对所以这个我们会讲到为什么又有另外一股势力去阻止这个全球化的过程去阻止相对这个优势美国人既然拍戏好，那美国人拍戏了美国人既然玩金融财技，割全世界韭菜好，英美超英的好，那就让美国英美超割全球这个金融海啸，割全球的这个韭菜，让我们的亚洲人继续勤劳的工作，把做出来的产品卖给美国人，美国人割完我们韭菜之后，把我们赚去的钱来买我们亚洲人生产的那个产品到我们赚了钱之后又移民到美国把钱都跑到美国去投资，在那里再输掉，美国人赚了钱又回来给我们消费，我们还叫他们老板 Hey boss， 不好吗？对不对？这个当然非常理想化了同不同意我不知道这个同不同意，同意的大家可以想一下OK，好了，那现在我们在讲这个为什么现在这个连这个顶尖的经济学家都背离了经济学家这个道理之前Rich 不如讲一下，资本市场是最敏锐的，最聪明的，而且资本市场里面散户是傻乎乎的，我们看的这些公司呢，他们背后有很多的机构投资者，他们是不是笨蛋？有没有资金再告诉大家这个欧盟又加税了，美国又加税了，对吧？加关税了这个围堵中国的电动车有没有利好特斯拉？来看一下大家也想知道特斯拉的股价怎么样，对吧？我们马上来做个技术分析。就大家可以看到最近by the way， 现在960多个人了超过1000人可以问股票快点继续努力一下，叫多点朋友来到了1000人以上，我们讲一只股票，大家想知道什么都可以在这里问大家可以看到最近 Tesla 就我也不想讲，就讲了几个月之前有同学也问Tesla 怎么看，我就说很弱势，对吧？那我现在又拿这张图出来就非常弱势你问我这个关税有利于 Tesla 吗那如果真的有利 Tesla 的话，应该就像你说的资本市场或者是那些投资 Tesla 的那些基金经理，或者是那些大户他们应该会有这个 sense 他们会真金白银拿钱去投资 Tesla， 对吧？但事实就像我们现在看到，没有，不光是没有你看特斯拉4月的时候跌了好多，跌到最低再反弹了。4月发生什么事情？想一想看，小米出了苏七小米出了苏七还不是最大问题，多一个竞争者，特斯拉要被迫的降价，对不对？所以这个不是说小米抢了他8万个订单了恭喜是超过1000人了所以大家想知道什么股票可以想一想，留个言给我们知道，我们一会儿数一下最多的股票，想知道哪一个好，我们讲回特斯拉，对吧？所以不是说小米抢了他8万个订单了，当然也不是全部是那个特斯拉那里抢过来的，对吧？但是大家看到哇，中国的电动车这么的卷这个竞争大所以呢，当时人家就担忧特斯拉所以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特斯拉在4月开始这个股价猛跌，跌到了后来呢基本上也到了你看到一个支持位所以又反弹了一点所以现在就平衡在没有什么利好消息。对，就你看一下现在的美股都在陆续的破新高就算我们不说那些 AI 什么半导体我们说一下其他的公司你看像太阳能最近也是涨了很多然后你看一下其他的行业有一些它没有涨有一些它也是有涨上去的那 Tesla 呢？那拜登这个美国的关税是几个星期前的2-3个星期前的
而且这个 announcement 这个宣布是更早，对吧？所以在这1个月2个月内，整个这个美国对这个中国电动车加关税，对特斯拉是0没有好处。到了现在欧盟了，也没有任何的那个好处。所以这个所以就我也没看到有什么有利的消息。OK， 那我们看看对中国的电动车会不会不好啊？看看比亚迪。哇，太差了！你看一下，它涨破了各种的移动平均线，看起来比特斯拉还好哦。对，这真的太差了，太差了，升破了各种的阻力，然后呢，它有跌一点点，你看跌了，那就2%，是不是中国的政府在这个subsidize？ 对可能是真的有影响啊，跌了2%。其实我本来都不会考虑买国产车的，有耶伦这样做广告啊，马来西亚的朋友、新加坡的朋友、南美洲的朋友台湾不用想了，对不对？买不到其他的国家的朋友，有耶伦告诉你中国政府在大量的资助这些电动车使到你可以买到便宜货是不是最好的广告？对不对？比亚迪自己找一个明星模特来做广告，人家还说了，你自己说自己好，对吧？但是现在是耶伦了但是现在比亚迪的车子一点不差，你有没有看过仰望？仰望其实是比亚迪的一个品牌，比亚迪最新的那个下面的旗下的品牌，它的跑车会跳舞的，在那里有音乐会跳舞的跑车，它的那个越野车有没有看过这个视频？它可以开到海里面，会浮着的，像个船一样的，然后转弯再开上来的。我看完之后我就说，我不要这个奔驰的那个 G 了 ，G63了，我要仰望这个8了，仰望 U8 好像对吧？现在的科技真的是太厉害了，所以比亚迪非常差，是吧？再说一下，太差了。已经升破了各种的移动平均线，太差太差了。我们问一下同学了你说要买比亚迪还是要买特斯拉？如果只要2选1的话 ，OK OK， 那好了，再下一个哇，好多人在讲这个个别股票了我们再看一下下面一个。所以呢，我觉得真正的原因为什么这个耶伦已经不再是一个经济学家，因为他是讲政治现在是一个官员了，讲政治讲的太多了讲政治在美国这个民主的社会里面，对吧？你看特朗普2016年做总统，因为他能搞到民意，能影响民意。他是个 popular 的 celebrity 这个明星了的 apprentice， 所以他有很多的魅力，有很多的粉丝，所以他讲什么人家就相信，对吧？所以不一定要是事实，他讲什么就人家就相信。所以他说把所有美国的问题归咎于中国的这个世界工厂，把美国的这个坏的事情都是中国人的不好所以他是搞了贸易战。然后他跟拜登中间当时竞选就说拜登你是软弱无能，所以拜登出来不能软弱继续强，对吧？再加上中间又有俄乌战争，还有台海的局势的确你台海的局势紧张了，他们要把最坏的打算来做那万一台海开战啦供应链中断啦，中国掐美国脖子啦，所以美国要把这个重要的这个生产线搬出中国，也要围堵中国，不让中国发展它的工业，发展它的高科技等等等等所以现在是个对立的状况了已经不再是刚才所说的经济学，经济学里面这个贸易会利的，现在讲的是国安了不是香港的国安法，是世界的每一个国家的国安的 national security 了。在这个情况下那你把东西要搬回美国了，为什么美国的通胀降不下来你不用看以后的数据了，都会要降下来是比较困难，不是说它永远降不下来，但是所付出的代价要更大了。就是因为以前美国很多东西是中国的货便宜了你中国说这个资助了
企业，那不好吗？你中国贴钱，把纳税人的钱贴出来，让美国人买便宜货，我都想象不到有这样好的事情，对不对？大家要不要赞助我？你们这个国家有什么好的啊？台湾的凤梨啊，马来西亚榴莲，你赞助我一半啊，我付一半的钱把它卖到香港来，好不好？啊，我来买好不好？没有这么好的事情，对不对？啊，但是呢，现在因为了国家的安全，所以已经是完全不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啊，经济学的一个东西了啊。那今年是竞选年，随着特朗普现在跟拜登的竞选越来越紧了啊，当然也是手段不断啊。特朗普变成了第一个被判罪的美国前总统了，但是他一旦判了罪，有没有看到他募集的那个政治募捐高到了 record high 最高？我觉得人民是同情被迫害的人的，人民是选民所以呢，以前有些是拜登的粉丝，永远也不会投特朗普的；有些是特朗普的粉丝，永远不会投拜登的。但是，一旦有了一个更加直接的理由，使到他们要走到选票站去投那个票，那只要那个特朗普的粉丝有更加强烈的这个理由跑去投票的话，那特朗普就会赢所以现在我反而觉得特朗普会赢，除非中间把他关进监狱，不能出来竞选。要不然的话，特朗普这个可能性会更加赢了那特朗普上去之后，又说要给全部中国的这个产品加60%、70%的关税，那就小心拼多多，不要拼多多了OK， 好，那我们再看一下下一个那所以呢，大家要考虑这一点By the way， 我们回答这个好像是我们的团队统计一下哪一个股票是最多人感兴趣的那 by the way 如果你还没有领我们的福利红包的话我们是有了这堂60多分钟的课程，网上的课程是免费给大家的这个是我们选股不是选股了这个10倍股投资秘籍的第一课。我们投资秘籍10倍股投资秘籍大约有21、22天，这是第一天65分钟价值满满的然后呢，也是因为我看到太多的人在买股票里面输了冤枉钱，或者明明买到了一个好的股票，结果都没赚多少钱就走掉了就失去了这次机会了。有没有粉丝们在低位的时候卖走了 Nvidia， 买不回来了，对不对所以呢，我很多的其他的种种的方法，总共我总结了10个散户输冤枉钱或者明明应该赚的钱没有赚的钱那放在那里希望就是给大家学会了不要犯错，不要犯错是提升回报的最容易的最快的你要找到一个10倍股，后面的21天给你系统的方法，但是最方便的最有效的就是不要输钱嘛，不要输冤枉钱，不要做错事情嘛这个10个致命的错误送给大家，好吧？所以呢，没有领这个福利的，一会儿在留言区这个找到连接OK， 好，那我们有没有哪一个公司 CrowdStrike Rich， 这是你的粉丝。终于，我之前都看他们回答什么，他们都说港股，然后就是你来回答，这一次终于来了。那先说一下一个updates， 就是我知道可能有些观众不知道的就是最近呢就 CrowdStrike 这个股票我们一直是有跟踪的我是看着它用60秒钟讲一下 CrowdStrike 是做什么的，因为有些人可能不了解 CrowdStrike。网络安全的然后它主要是做端点的防护在过去其实很多重要的黑客事件当中，其实 CrowdStrike 它也是有帮忙去做那个防护墙的工作，或者是做抓那个病毒的工作就它也是一个在那个行业里面它市值没到最大但它在细分某些领域的话，它是老大然后呢它市值的话是老2，就是这样。然后呢我们做研究的时候，它还是一家亏损的公司，然后到去年它是终于转亏为盈。你第一次做研究的时候，它是多少钱那时候120块我记得是2020年，然后就2021年的时候曾经涨到了我忘了200多。你最后是多少钱卖的
卖走的。后来呢，我2022年底的时候，曾经90多块啊，就它调整的时候90多块买的，然后140多又买了一下啊，然后呢，就后续的它高位的时候就卖了一点点啊，然后最后一次300，看一下。不要紧了，不要紧，300多块310块，320块左右320左右啊。那现在没有持有。现在呢，它最新的消息就是它被纳入了 S&P 500啊，那这个是一个蛮劲爆的消息啊。那现在就我没有持有啊，但未来有没有持有我不知道啊。就是可能啊，如果我觉得它好的话，又买回没有所谓啊。那CrowdStrike 对吧？我们 GMT 呢，星期五就它出了业绩报告之后，我们是有做很详细的 updates 啊，然后我刚才就也在社群里面也有讲到一些我对 CrowdStrike 的一些后续的 updates 的看法，对社群就 GMT 内部的社群里面有讲到那很不幸 GMT 已经不收新生了，所以但是我们有规定 GMT 讲过的事情是外面不能讲的，所以你问了一个我们 GMT 讲过的，他讲过的东西不能给你们公开的讲内幕消息。具体怎么样呢？我觉得只能说你现在没有持有，但我现在是在未来可能会持有，只能这样说，可能会持有其他就不能说了，对吧？因为是保密的，我们签过保密协议的，对 GMT 同学要有这个负责的，对吧？那另外我看到有个 Cat 说 GoDaddy 的那个公司我也是就只问一个嘛，没关系嘛，就跟他讲嘛也是最近纳入 S&P 500的公司，然后我一直是放在我的就 watch list 里面虽然没有在 GMP 讲，但是也一直放在 watch list 里面，也是关注的，然后也是涨了很多，也是涨了很多，也是没有买，就是这样。OK， 好，那今天差不多时间了，是不是？那我们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次再见，拜拜。还没订阅的我们订阅然后这个10倍股这个免费的福利大家去领了OK，好，那我们下次再见了，拜拜。